欢迎来到小伙伴日常。拍影片到现在，其实经常有人留言问问题，到底要怎么样准备行李啊，或者说要准备哪些衣服？一些小建议跟小技巧分享给大家。这一集由 Sensonet 冠名播出。看得到它很漂亮，等一下最后再讲。首先大家会有疑问，邮轮行李到底要怎么收纳、怎么整理？比如说我们今年10月要从欧洲玩到美国，中间还会横跨一些国家，那到底怎么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衣服是取决于你航行过程中的天气。你如果善用网络，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搜寻，或是现在2025年了，你就直接问 ChatGPT 你沿途会遇到的地点跟天气，就告诉 ChatGPT 10月26号要从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出发，经过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到美国迈阿密，在加勒比海再搭一下邮轮，我应该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者当地的气温提供给我建议，写得非常清楚，大家有空可以自己玩玩看。询问之后，你大概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概念，知道怎么样准备你的行李。我建议你出发前1周到2周可以再 double check 一次，因为天气接近的时候应该会更精准一点。然后邮轮旅行最热门的是7个晚上的航程，那我通常会准备10天份的衣服。那到底要怎么准备呢？我们去美国1整个月，行李就是这么多。下船之后到附近找自助洗衣店，又不是拍偶像剧，出去1个月30天都不同衣服，所以中间一定会洗，一定会重复穿，这很正常。先看一下白天的衣服，我喜欢 T 恤，可以看到吗？超可爱的，我们的小伙伴 T。我通常是会2件放在一起，一大一小，然后卷起来。这样卷起来会皱吗？你要穿的前1天放在浴室，现在这里面是放了6天份，好，就这样放在压缩袋里面，好整理。这就是我们2个人6天份的衣服。接下来这个打开一样，这个是这个人的裤子系列，后面有1、2、3、4、5、6件裤子，我是这样子分啊，这就是我白天系列，不管你要去游泳池、下船郊游都很方便。晚上的部分，其实每一家船公司他们的活动都不一样，像 Virgin Voyage 它就有猩红之夜，可以准备一套红色的衣服。通常每一个邮轮公司不同的品牌，它在官网上 Q&A 那边会有行前准备行李打包，里面绝对都会有写，可能不会很详细，但绝对会有写。像 MNC 它就会写说，你需要准备嘎拉奈的晚宴用的服装、领带、西装外套或者是晚礼服，然后你可以携带复古派对的衣服，它不会讲得很明确，访问里面可能会有50、60、70、80各种不一样的。每一个邮轮公司呢，它通常都会写一些大概，像皇家加勒比也会写，我们就列一个表格 tropical 啊，热带的服装。但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很明确的知道到底有哪些 party 我可以参加，对啊，我就是想要把自己弄得完美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知道邮轮吗？他们通常它的行程是不断的重复，会常常听到说有人去了冲绳啊，然后又回来，下礼拜又换一个人去冲绳再回来，所以它的行程都不断重复了。在欧洲、在美国也一样，他们是7天1圈，7天1圈，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人在这样做。那当然几个月或者是1、2年，它可能会更换，但大致上它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只要你不是第一梯，你通常都可以在相关的社团取得最详细的资讯。在 Facebook 上可以搜寻，例如10月26号我要去的 Virgin Voyages Resilient Lady， 我就打1026 Resilient Lady， 大概就会出现这样的社团。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定会有人跟你一样很紧张，说怎么办？我到底要穿什么？当然它是英文啊，但现在 Facebook 都有翻译举弱，按下翻译年糕就行。如果说你就社恐，不想让人家知道的话，还有一种比较粗略的方法。每一个邮轮公司它不一定，我以皇家加勒比为例，它通常在出发前的2到4个星期，菜单就会出现，你就可以在手机 app 上看到菜单出来，它菜单一定是 match 它的主题的，所以代表它的主题也出现，你就可以在你的手机 app 上查到。因为我现在手上没有皇家加勒比的订单，好，没有关系，我就把我们过去的相关经验列一个表格，过去有什么样的主题，心里面大概会有一个底。所以我喜欢把你想要穿的衣服在家里放在一起，拍一张照，到时候要整理的时候就很方便。然后打开，因为我这个收纳袋是上下层，我就会把，比如说现在这个是红色系列，为什么你的主题也是我的 T 恤？谁叫你阴魂不散？我就放在一起，我这样一格一格收纳，我就会很方便。然后这里就有蓝色的上衣，裤子我再另外放，以系列去分就会很方便。我是这样子收纳，就是供大家参考。然后那我买这么多袋子，行李箱放得下吗？放得下，等一下示范给你看。我先说我里面有什么，然后像这边满满的，全部都是白色系列。然后你有这么多白色之夜吗？我喜欢，你管我那么多，反正就是一套一套的衣服放在一起，用颜色或者是主题去分。那你就看你的需求。可是如果另一半想要带小熊维尼，要怎么放？
你再吵就打你。好，这就是晚上的衣服啦。其实这个袋子还可以压缩，就会把它变小。所以你现在是要团购这个袋子的意思吗？我没有要团购，我只是分享。我觉得这个袋子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比较重，因为它材质比较厚，才有办法压缩吧，不然就破了。最后呢，压缩起来变成这样子。它虽然比较小，但是问题重量会不会减轻？你可以不要吵吗？还有另外一种，我分享一下，因为我买需要团购的意思吗？也没有要团购。像这种袋子啊，它比较薄。我觉得一开始这个材质我就觉得，好像也还好。但是它一个好处是比较轻，然后它可以把空气挤掉，比较轻比较实在。因为行李有重量限制，所以你带的东西越轻越好。OK。我在网络上听过一种说法，行李要钱，但体重不要钱，所以买东西不如吃东西，把自己吃胖还是同一张机票。暂停，你再讲一次啊！这个人很奇怪。然后这一包会放内衣裤，这个是泳衣系列，这个放一些袜子在里面。这里面有防晒，这两个都是在美国买的。防晒我喜欢到当地的国家再买，像我们到欧洲买那种希腊喷瓶式的，通常它会更适合当地的气候，而且用起来会比较舒服。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有些地方它会有当地的法规，像加勒比海著名的，他们就有禁止含氧苯酮 oxybenzone。那这个有吗？我们在迈阿密买的绝对都没有，但是 but 这个 but 很重要，日本含氧苯酮 oxybenzone 是他们的防晒最主要的成分。所以是不一样的。日本没有禁，加勒比海有禁，破坏海洋对吗？其实最主要是说珊瑚大大的影响。然后美白牙膏润丝我觉得不错，像这个袋子它里面是有防水的作用，所以如果里面不小心漏出来，放在行李箱也不用担心弄得到处都是。这个就是我的小袋子，这材质比较差，因为这个我觉得拉链有一点好，不说了。这个人的隐形眼镜、发胶、卸妆的，这个在意大利买的防晒，这个也还不错，擦起来亮亮的。好了，就是一些小东西我就会集中放在这个袋子。还有一点最重要的药，就我会把一些简单的什么发烧啦、感冒的，就是放在前面的小袋子，就一些小东西就全部都放在这个袋子。还有一个简单的化妆包，应该不用看内容。我想说你讲那么细干嘛？就是大概讲一下，这是大概而已。这个人，接下来这一区给你讲，这个这还要讲，2025了嘛，大家都有很多电器要使用。出国我们都会带一个，今年是100瓦，现在是140瓦的充电头，它有3CEA，我只需要这一个变压器，我就可以帮所有的东西充电，包含笔记型电脑。它单孔输出之前是100瓦最大，现在可以到140瓦，全部一起用的话会降到65瓦，但也没关系，够用。根据你要到的国家，你要准备不同的转接头，例如你要到韩国，你要准备韩国转接头。那你搭邮轮，现在新的邮轮最主要一般普遍都是配两种，一种是美规插座，就是我们台湾用的这种双112只脚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欧规的，欧规插座就是2个圆。正常来讲，你在邮轮上会遇到这2种插座。如果你对插座的需求很高的话，建议你带转接头，这样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插座都用到。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所有的邮轮都禁止使用有滤波功能的。什么叫滤波功能？像有些延长线它会防突波，突然打雷闪电，它那个电压会冲回来把电器烧坏。然后有些延长线有那个防止功能。总之，你那些有特殊功能的延长线，全部的邮轮通通都禁止。那少部分的邮轮呢，看一下哪些品牌。看个小抄，因为邮轮品牌众多啦，详细讲起来很麻烦，我就简单讲一下。皇家加勒比集团任何延长线都不能带，嘉年华、公主邮轮、和美邮轮 MSC 只能使用没有含那个突波保护功能的延长线。迪士尼邮轮啥都不能带，想都不要想。Virgin Voyage 只能带不含突波保护功能的。我觉得太复杂，你这样就不要带好了。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延长线就不要带。那你说啊，可是我就是很多插头，我上去我就要充100个电器怎么办？那很简单，哪有100个电器可以充啊？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就是身上随时要这样带一排霹雳腰包，当手榴弹一样挂，通通都是电器，你就是要充这么多。很简单，你选择没有延长的1对多分接头。哦，我懂你意思，就那一块有没有这样插上去，然后就变4个的但是切记啊，要机械式，不能有太复杂，不要带那么多，不能有突波保护，你懂吗？我不懂，不懂你就去那个小北百货买那个一根插下去，然后一片这样子吗？
那种就可以。OK， 所以呢，我们还会带这个防蚊液。如果你去有一些地方蚊子比较多的，然后防水袋。我告诉你，防蚊液其实很麻烦。为什么？因为每个国家它针对环境用药的规范不一样，所以不见得通通都可以带。最简单的方法在当地买。哦，好的。所以你提早到，真的是对你自己是有好处。好，还有一点，就很多人会问说，那我在邮轮上，你说要出席正装，我就喜欢穿衬衫啊，还会皱怎么办？其实船上有烫衣服务，就是要一点。对，这个讲起来又很复杂了啊！我要讲起来，部分的邮轮品牌，像是嘉年华跟和美邮轮，他们的旧船有自助洗衣服务，仅限旧船，因为新船没有了，所以你可以在船上投币洗衣，而这些投币洗衣的洗衣间呢，都有熨斗可以烫衣服，你可以在那边烫。那公主邮轮不分新旧船，它都有洗衣房，你可以自己去洗，可以在里面烫。那其他不能烫的呢，就准备这种抗皱。不好意思，我们这有博马。抗皱喷雾，你在网络上都买得到，或者是你像我们一样在日本旅游的时候顺便买一下。日本买的还顺便带有除臭的功能。你以为是风倍清哦？就是喷一喷，然后晾起来。这种除皱喷雾其实在美国非常受欢迎，因为像皇家加勒比，它就全部通通都只能付费熨烫，大家都会带这个。好，这个也给你讲，这个很多人很爱问。我还没讲完呢，我刚才在讲说这个熨烫呢，所有的邮轮通通都不能带熨斗，还有蒸汽熨斗都是不能带的。但是有一间邮轮公司叫 Virgin Voyage， 它可以免费跟客户服务部门借，你可以免费拿到熨斗。不用自己带，免费拿。还有迪士尼邮轮呢，都有自助洗衣房，所以都可以在里面。好哦。然后这个很爱问，很多人都说啊，加热电器不能带啊，因为有些人想要带电饭锅啊什么的。上船煮饭是不是？虽然我们经常听到加热电器不能带，但是谣言听多了总是会误导大家，误以为什么都不能带。其实关于美容类的产品，几乎都是豁免，包含了吹风机、这个指发夹或者是电卷棒这种个人用的美容用品，都在豁免范围。包含了所有我所知道的邮轮，通通都是可以带的。但是有一个 but， 就是少部分超大功率的吹风机，它可能是1350瓦，即使可以带，也不见得有办法运作，因为它提供的插座功率没有那么强。好，然后插播一下，就很多人会问剪刀跟水果刀。有啊，我有剪刀，我都会随身带一个小剪刀啊。大部分的邮轮公司美妆类的东西都是豁免，就是像这样子，有没有刺不死人？你可以看得出来吧？它是钝头的。这种钝头刀呢，基本上它是属于个人美容用品，是可以带的。那有一些邮轮公司，它的网站上会特别说明4寸10公分以内的剪刀可以携带，有些它会直接写说刀具都不能带，那水果刀是绝对都不行。特殊用品，旅游过程中要去潜水用的潜水用刀，你可以特别跟邮轮公司申请吗？怎么申请？当然是写信跟他联络，要不然找我，奇怪的。详情你看各个邮轮公司，他都会说明。有些人他会说啊，他的小孩需要有那种婴儿食物剪，通常他们规矩不会写的那么详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钝头的，你那儿童食物剪的那个头啊，最好是圆圆的，然后圆圆的呢就很有说服力。下一个磁铁，请看 VCR。皇家加勒比的邮轮浴室里面没有晒衣绳，所以没办法像其他的邮轮品牌晒衣绳上面挂衣服。最好可以自己准备一些小道具。整个邮轮的船舱都是铁做的，所以你可以准备各种吸力不等的磁铁挂钩，你可以直接用它来吸在房间里面，或者吸在厕所。挂衣服，整个都是铁的，磁铁挂钩最好用的用途来了。我的猴子，房间顺便变成动物园。像我们就不可能出去15天带15件内裤，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厕所会自己洗内衣裤跟袜子，磁铁挂钩就非常好用。除了挂钩以外，我们也会准备这种小磁铁。其实外国人他们都会布置，所以我知道这样子，在门上，这样有点单调，对不对？道歉一下，我知道错了，对不起。大部分的老外他们都布置超多的，要么没有布置，要布置就很浮夸。我跟你讲，我看过整面的，甚至这边还有放小礼物让大家去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搭迪士尼邮轮的这种小磁铁或者是一些磁铁造型的图片，你可以先准备好。然后我们为了不要破坏别人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自己准备塑胶衣架。请看 VCR。像你看皇家加勒比附的这种木头衣架，你好意思给人家挂湿衣服上去吗？太没有公德心了。对自己准备折的衣架也算是一种比较有良心跟方便的做法。这个可以分享一下，这我们在日本 Seacoin 购买的，还蛮便宜的。它是有一个小塑胶袋，然后里面是3只衣架。
每一支衣架是长这样。那不要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折叠衣架，它除了可以挂衣服之外，它还可以有这个小挂钩，可以挂很多不一样的设计，它可以挂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虽然它材质摸起来有点普通，它还有附一个配件包，你把这个夹子勾在它这里有一个小孔，你就可以夹袜子，有没有？对，哇，你看，所以这样可以挂很多，挂在这里，可以挂在里面。这个在家也很好用，如果你家的门是铁门，在家也不知道收哪，就吸在门上。还有这个。这个是行李吊牌，它是一个透明的，算是夹链袋吧，到时候可以挂在行李箱上，它就找得到你的行李。材质蛮厚的，上面又是不锈钢的环，所以它可以重复的使用，然后也不怕下雨。我跟你讲，有一次啊，在意大利那个行李条，我就直接用钉的，然后它就不见了，行李都烂了。半夜12点多吧才拿到我们的行李，就我们是去服务台找的。这个还蛮不错，这个是小尺寸，其实有2个尺寸，像我们这次的经验 ，NSC 这个都太小了。MSC 它的行李吊牌设计是3折，皇家加比是做4折，所以它的宽度 MSC 的就会太宽。还有这个沙滩巾夹，它就是这种大夹子。那如果说你坐邮轮喜欢去玩水的那个毛巾夹住，你的毛巾就不会吹走，而且非常可爱。鞋子，我们脚上的这个鞋子，不管你要当凉鞋、拖鞋，就是都很方便。你在美国船上穿这种鞋子，不会有人讲什么，因为大家都这么穿，10个吧，大概有5个都是这样穿的。应该说大家都是去度假，其实休闲才是大家最主要的目的。虽然说 Norwegian、NCL 他们强调他们是 freestyle， 很自由，随便你穿，但现在你看，几乎所有的邮轮，它对服装都是建议，但是不强制。但晚上还是尽可能的不要太邋遢，你就不要穿 slip 或什么的，就像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凉鞋。搭机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方便，因为飞机坐久脚会水肿，你也不用另外再准备海滩拖，也都不用，这个也可以，因为它塑胶的，就真的很方便啊。它不是塑胶哦，橡胶，所以我们就只会穿这双鞋子，跟多准备球鞋。那球鞋的话嘛，可以准备一双搭西装不会很奇怪的休闲球鞋。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收纳。邮轮行李收纳呢，还有一个重点，有看过我的影片就知道，我搭邮轮的时候都会把行李收到床下，床架的高度就很重要。绝大多数的邮轮，它的床架高度在30到35公分之间，所以呢，你买行李的时候，你的行李箱宽度绝对不能超过35公分，如果超过35公分就收不进去了。我们这次有一艘船是收不进去的。刚刚讲了，邮轮公司它的床架高度在30到35公分之间，不是所有的船它的床架高度都是一样的，甚至像 MSC 它有的是30，有的是32，有的是35，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一定要这么复杂就所以对了。如果你买在35，你就要有一点赌运气的成分。然后现在还有很多航空公司，他们比较严格的会限制长宽高3边加起来不得超过158公分，然后有一些比较宽的会200甚至到203，不一定。而且我告诉你哦，这个158是含轮子，含轮子，含轮子。像我们这种国际大牌 Samsonite 呢，他们所量测的高度都是包含轮子去测量。像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一款呢，刚好长宽高3边加起来158公分，到最底下量到地含轮子的高度。所以呢，像这种专业的行李箱品牌，它里面的这个容量啊、容积，它是算公升数帮你算出来，因为你光长宽高这样去乘啊，会计算到空的虚的地方。我们这个系列叫 Zenpod， 这款最大的它是75乘49乘34等于多少？158，刚刚好，麦基。它这个宽度刚好就是34公分。像我们在 MSC World America 运气不好就塞不下去。你们在买行李箱的时候，如果你钟情于胖胖箱，你千万要注意啊，它那个厚度塞不进你的床垫下面。如果刚好不巧你又是3人甚至4人出去玩，你行李箱不能放床下，你有多少空间可以放？所以买行李箱真的要注意，除非你只搭 Virgin Voyage， 因为 Virgin Voyage 的都通放不下Virgin Voyage 的床特别低，好，绝对放不进去。但它有专门放行李的地方。OK， 结果你的试用以后，你觉得这个干爹牌行李箱好用吗？不会都是你在推的啊。首先我必须要说，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系列？当初在问我的时候，我有跟他讲说我们有几个要求。第一个要硬壳，为什么要硬壳？因为有人喜欢，他就喜欢硬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是属于个人喜好。第二点，它必须要是宽拉杆。为什么要宽拉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物理。你知道我们行李箱在拉的时候，地面不平，你才会这样子拉，甚至是这样子拉。地面不平嘛，不好拉嘛。但你在机场的时候，你看大家都怎么拉行李？平的，都是这样推。为什么？因为地板是平的嘛，这样才好推啊。那推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是这样推嘛。这样推，你看这个空间站怎么大，大家都是这样推。这样推的时候，宽拉杆你就有前有后可以去扶，它这个力臂会比较好控制。
所以呢，比较喜欢宽拉杆。我只知道，不管是石头路、下雪天，宽拉杆还是比较好拉。加上这个伸手奶的 Zenpa 这个系列，除了好看之外呢，它还有很多功能，像是高档刹车，这个真的超赞的哦！我们上次在美国的公车上就靠它，不会掉哎，超强的。赞，放手就好。你有没有搭过那种地铁啊、火车啊或公车的时候？记得大家在公车上都是这样做，用脚夹住，因为你不夹它就跑了。对，这个在搭日本地铁的时候，也很方便，就是很优雅的去做他自己的事情。那当然，你技术就是刹车的时候不要硬拉会坏。他们这个当然是采用日本大厂高级静音轮。至于什么 Hinomoto 刹车轮这种事情，你不用去记它，你只要知道所有好的行李箱，它一定会强调它的轮子采用日本的，就是日本就是比较会做这种东西。就是比较顺，这样并在一起推有比较好推吗？这强调的是一个专业的行李箱，不管做哪一种尺寸，它的扶手高度都可以拉到一样。哦，好，两边就可以拉到一样的高度。3个一起拉，示范一下，会顺吗？3个行李箱知道怎么推了吧？3个行李箱，先生也 OK。我们来装行李，帮我打开。它这个分体是2:8，像商旅的这种小空间，走道小小的，我行李箱也可以这样子靠墙打开，这样也是可以使用的，打开没有问题。看，小小的走道，然后我这里面还有藏衣服，这个空间可以挂怕皱的衣服，它没有那么厚，你放的东西就比较不容易被压。接着我是放这种帽子，怕压的，空间小小的嘛，所以我觉得放帽子也还蛮刚好的，就不会压到。然后还有一个脚架跟新买的小洋装。我觉得这个空间啊，最扯的是我们上次从美国带回来那个玻璃杯，就是很薄很薄的高脚玻璃杯。我想说完了，身上的东西已经一大堆，我很怕它回来破，我就索性用卫生纸先周围包一包，然后丢这里面没破 ，OK。所以如果你要买那种玻璃式的那个纪念品，我觉得也可以。这个环节来打包，首先把我们的收纳袋都放进去，因为它这个有角嘛，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其实我没有很用力去压它。好，这个空间基本上就收纳完，然后这个2的部分就会放上它的战袍，准备西装或者是比较正式的衣服。这是麻的，所以比较容易皱。这样子放，我也没有压它，拉一拉，好 ，OK， 就这样子。这样子呢，你衣服在家就可以烫好，直接带，然后上面这里再放上洗衣精。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去国外洗衣服，又不想要花钱在当地买洗衣精的话，可以像我们买这种日本的包装好的，这铝箔包比较不容易破损，而且说明的很清楚，在海关啊查验的时候，它也不怕你里面装一些奇怪的白色粉末。虽然啊，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有什么疑虑，但是你说你是一个人在海关里面，在那边用一个透明夹链袋装一袋白色粉末进去，感觉就不是很好。你在解释说，我只是想要洗衣服而已。因为我们喜欢穿白色衣服嘛，可是白色衣服碰到防晒或者是汗的时候，边边其实都会发黄，不是那么好看，所以我们就会准备小苏打、柠檬酸，还有这种静电子，烘衣服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相关物品我就放在这边，这个行李箱，这样就整理好了。下一个，我们有3个，对不对？我要教大家解压缩。什么叫解压缩？这个是最大的28，我要放23个在里面。万一你如果不小心在国外买太多，我还有一个箱子可以装。那正常人不会带这么多行李箱吧？这样才可以买东西啊！我那你最后买了什么？什么也没买啊！不要吵。好，打开。小箱子我要放在里面，对不对？可是因为我这个用过，所以这个会脏，怎么办呢？我们先放起来悬空，准备这个快要淘汰的袜子，帮他穿袜子。老公这么没有人格，穿袜子，他跟行李箱共同穿一双袜子。不要吵。然后下面记得擦一擦，这轮子就保护在里面。接下来行李箱放在里面，好。俄罗斯娃娃。可以放很多东西，我们先把这边完成。我要带的东西都放进去，这个区块基本上就好了。这边2的部分我就会放球鞋，我的孩子放在这边刚好。这个边边其实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收纳，所以我就会把像我的指发夹、静电喷雾、防虫喷雾、
防水背包，去海边、游泳池都很好用。这样长条形的塞在旁边刚刚好。衣架夹子我会运用这种海滩小包包塞在旁边，侧面的空间其实可以塞很多东西，所以就都不用怕。然后它其实每个行李箱都有原厂的保护套，很合，非常合。接下来是上面的袋子，我就会把小东西分别收在这些小袋子，就这样。然后我们拉起来，这个稍微拉一下而已。我这边不会拉，我就这样子合起来而已。这个袋子嘛，就这样。这边还有一个空间可以放东西。其实我还有准备这种的收纳袋，可以折起来变一个小袋子。下飞机之后，短期的你都可以收在这里面，就不用把它全部翻出来。所以现在要团购了吗？没有，没有要团购。比如说你今天住了旅馆，东西拿出来直接这样挂着。你衣服都在里面就很方便，你就不用再说我要打开这个打开那个，不用，直接拿这一包出来就好，供大家参考。那要在哪边才买得到呢？自己去搜寻，不关我的事。好，你看这样子放是不是很方便？就刚刚好，可以自己运用，看你要放什么。我这边不会拉，我只会拉2个，然后盖起来，就这样，我们去美国的行李就打包完成啦。虽然这可能跟行李无关，但又可能跟行李有关。酒水到底能不能带？还稍微讲一下，酒水呢就分为酒精跟无酒精2种。绝大多数的邮轮公司都可以携带1人1瓶，或者是每个船舱2瓶750毫升的葡萄酒。But MSC 啥鬼都不能带，不管你是酒精饮料还是无酒精饮料，通通都不能带。哥斯达我不知道，根本没研究。短期内还没有考虑他们。其他的像是嘉年华、皇家加勒比、名人邮轮、公主邮轮、和美邮轮、挪威邮轮、迪士尼邮轮，这些都一样，每个船舱2瓶，或者是每人1瓶，官网都查得到。皇家加勒比是写1人1瓶，嘉年华是写一个船舱2瓶，750毫升的葡萄酒，包含了红酒、白酒或者是气泡酒都可以。那软性饮料的话也是一样，除了 MSC 之外，其他这些邮轮公司呢，它都可以让你携带12瓶软性饮料，只是说他们规定的容量不一样，有些是12盎司，那皇家加勒比是17盎司，也就是500毫升软性饮料。MSC 除了医疗或育婴用途以外的水，其他通通都不能带，包含各种酒类、汽水啊、果汁啊，什么都不能带。规定是如此，你不要告诉我说啊，我就带啦，怎么样？你刚才说你在外面人的都没事，那也不干我的事啊。法律规定不行就是不行，人家是这样规定。那我讲的都是指登船日、登船当天。那你靠岸了以后，在船下面买了水啊、买了饮料，能不能带回去？通常他们都是这样子看的。好，欢迎回来。那实际上怎么样就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告诉你我的经验。OK，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样。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讲到的，或者是你觉得有很重要的事情，小伙伴居然没有提到，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啊。我发现我床上有一件东西没有讲到，补充一下，这个非业配也没团购，全世界最好用的眼罩 Dreamlight， 不管你是搭飞机还是搭邮轮，戴上它都会让你的旅程过得更加舒适。还有没有什么实用心得？告诉你，这个行李箱最大的缺点，因为它比较漂亮，所以有人就很怕它脏，它3天2头，这个会脏，这个要怎样要保护，就会浪费很多心力在这上面。换一个角度想，像我们经常走在路上，大家都会看你的行李箱，还会都会。哇哦，你是享受那种回头率的感觉。不对，他好像还有提到官网有活动，就是你如果注册的话可以减300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折扣。那不过优点就是因为它是国际大牌嘛，所以你在全国的各大百货大概都能找到专柜，所以你可以去专柜实际上摸摸看、玩玩看。如果想要买2个，就找老婆一起买，1人买1个；如果想要买3个，就找爸爸、小弟弟耍爸爸、小妹妹耍妈妈。好，所以都是不折扣就对了。你要往好处想，为什么 LV 那么受欢迎？为什么？因为它永远不打折啊，你永远不会吃亏。你今天买原价，明天别人买9折，气，什么时候买都是一样的，价格就是这样。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拜拜。